6600万年前，在现在的尤卡坦半岛附近，一只幼年犀角类恐龙在河岸上吃马尾草。当时的地球是一个热带星球，巨兽和小恐龙都在陆地上漫游，而爬行动物和长触角的菊石类动物则充斥着地球上的海洋。但是，在转瞬间，一切都将改变。一颗宽约12千米的小行星正以每秒约20千米的速度冲向地球。从犀角类恐龙所在的地方看，这一切完全没有预警信号。这颗小行星在短短几秒钟内冲过地球大气层，击中了尤卡坦淹没的大陆架。它在撞击时爆炸，瞬间形成了一个100公里宽的坑，并喷射出沉积岩和结晶岩。几分钟之内，今天被称为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撞击坑开始向内坍塌，同时被撞的基部向地球表面上方反弹了约20公里，然后向下掉落并向外移动，形成了一圈山脉。据估计，这颗小行星撞击所释放的能量是核弹的数十亿倍。这对整个地球释放出的地震能量，比构造断层可能产生的任何地震都要大得多。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山体滑坡，海啸从新形成的撞击坑加速涌出，估计达到1500米高，无数生命就此湮灭，有些是立即消亡的。撞击地点方圆1500公里以内的所有生命都被焚烧殆尽，另一些则紧随其后被巨大的海浪、山体滑坡和飓风强风摧毁。但是地球上还有许多生物幸存了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让包括几乎所有恐龙在内的许多物种走向灭绝。地球生命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时期之一，至此才刚开始。当小行星撞击时，它向大气中输送了数百亿吨富含二氧化碳的石灰石和富含硫的沉积物，硫磺与水蒸气结合，生成硫酸盐气溶胶。这股石灰石、烟灰和硫酸盐气溶胶混合物，以每秒几千米的速度从撞击现场扩散，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覆盖了地球。人们认为它遮蔽了太阳，使地球陷入了漫长的黑暗时期，让许多地方的温度下降了至少25摄氏度。这颗小行星的直接撞击是毁灭性的，但似乎正是它引发的气候急剧变化，才结束了恐龙在地球长达 1.65 亿年的统治。植物和浮游生物迅速死亡，导致全球食物网崩溃。据估计，地球上有 75% 的生命就此灭绝，包括几乎所有的恐龙。小型鸟类是唯一的幸存者，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以坚韧的种子为食物，这些种子逃过了灾难。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部分生命形式能从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许多较小的生物，例如昆虫，得以存活。早期的哺乳动物也是如此，这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够挖洞和冬眠。像藻类这样的光合生命形式可以承受弱光条件，也幸存下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小行星痕迹和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伤疤，证明了这段大毁灭时期。那么，类似希克苏鲁伯的撞击事件有多大可能性再次发生？空间计划正在持续识别和跟踪近地小行星。幸运的是，在未来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规模和灾难性撞击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几率大约为100万分之7。但是，我们正面临另一种气候急剧变化带来的后果，这次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排放。在人类历史上，动物灭绝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人们也因为气候问题被迫背井离乡。但是与恐龙不同，我们有机会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避免维持现状可能带来的大规模破坏。
我们拥有能够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但您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访问 ad.ted.com/earthschool 获取路线图和能够产生影响的具体行动。